那你会不会难过？问完，精灵发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，以魏无羡的个性面对着自己，多半是说不会在意的。出乎意料的，魏无羡坦诚道：如果牵连蓝湛，多少会的，会有一点点。魏无羡难得的示弱，精灵反而不知该如何劝慰。他一直想帮忙，却帮了倒忙。精灵想了想，低声道：现在关于你和韩光君的话本很多，所以又何须自己添油加醋？魏无羡叹道：是啊，那些话本让韩光君从凛然不可侵犯、高高在上的谪仙，变为了有血有肉的肉骨凡胎，让韩光君从神变成了人，也让韩光君同魏无羡一样被符号化、谈资化了。传播话本的人也许是居心不良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就连他自己都对黑化韩光君、囚禁夷陵老祖这类故事欲罢不能啊！真他妈带感！做人有做人的好处吧，有的人喜欢神，有的人喜欢人，做了太久的神，难免会累的。还是做人好，都是人，人上为人，人下亦为人。想到蓝忘机，魏无羡又莫名欢心起来。反正蓝湛说过不在意，既然蓝湛说了不在意，那也不用一直矫情。何必呢？总归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无关紧要的事。他只关心蓝湛怎么想，而蓝湛也只关心他怎么想。流言蜚语在猖獗，他的心情好坏都只由他自己控制，只系于蓝湛一人身上。可是精灵依旧闷闷不乐。魏无羡拍了拍精灵的肩膀，安慰道：阿灵，我娘对我说过，你要记着别人对你的好，不要去记你对别人的好，人心里不要装那么多东西，这样才会快活自在。精灵似有所感，问道：你娘同你说的？是，现在我又转达给你了。精灵嘟囔着。说教。精灵转头去看魏无羡，见他双眼灿若繁星，闪烁着少年人的光芒。他似乎一直是笑着的，就算偶尔流露出一丝脆弱，也不会显露得太久。魏无羡诚挚道：真的，阿灵，我就只记着你好心替我着想，你是在对我好。精灵立刻不自在了。魏无羡站起身，随便轻灵跃出，红光惊艳绝伦。魏无羡潇洒地挽了2个剑花，鲜红发带恣意飞扬。好了，小金宗主，别东想西想的了，来练练。精灵仍然坐在草地上，脸上依然烫着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。魏无羡笑道：这次我不让你了，来吗？穗华争得出鞘，精灵持剑在手，傲然道：来就来，我也不会让着你的。红色与金色的剑芒紧紧缠斗在一处，两人飞快地出手。对上魏无羡，精灵总是用云梦江氏的剑法，以快打快。两人剑招同宗同源，一脉相承，不像隔着一辈，倒像是兄弟一般。1个月后，云深不知处再次与精灵见面。你将张教头接到了兰陵？魏无羡有些惊讶，精灵的动作甚至比江城还快了一步。是，踏本传开之后，我便想到，总有人要遭殃的。精灵得意道：果然，官府将踏本传出来的责任全数算到了他头上，没过多久就将他革职了。现在兰陵金氏对于张教头可算得上有雪中送炭之恩。你动作挺快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先等一等，不着急。现在就让张教头出来说话，太过刻意，需寻个更恰当、更巧妙、更合适的时机。魏无羡又欣慰又失落。阿灵，你变沉稳了，而且还知道先同我商量。小金宗主，你长大了，终究是更加成熟圆融、机敏果断，更加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他是宗主，他需要这样的成长。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与这个世间相处的平衡点。精灵会长大一些，可他并不会变化太多。想看他快些长大，又害怕他成长太快。他们已经错过太多时间，能多护他一阵子也是好的。而现在被他护着的感觉真好。精灵面上微红，只道：我才不是在同你商量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句罢了。是，我知道。阿灵，你肯为我的事情下功夫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
魏无羡笑得灿若朝阳，明若小春。阿林，谢谢你了。这下金陵可受不了了。你谢我做什么？我才不是为你做的。喂，我没有在关心你。魏无羡无所谓的耸耸肩。那好吧，反正我还是很想谢谢你啊。金陵忍不住坐得离他远了一步，偏过头不去看他，耳尖脖颈都是赤红的。半晌，金陵盯着满地血团一般的兔子，小声道：也谢谢你。什么？银铃？金陵机不可闻地说：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快满月的时候，你为我做过一枚银铃。哦，魏无羡叹道：我还会送你别的更厉害的玩意儿的。金陵红着脸不答话，默默转动着魏无羡送的指环。他内心竟然经常把它叫做万法归一金刚无敌至尊宝环了。虽然嘴上不会这么说，否则也太啰嗦太麻烦了。魏无羡看着他的小动作，试探着道：我还记得别的事情。阿玲，你叫过的。金陵问：什么？大舅舅，我听到了，我记得的。金陵顿时有点难为情，又慌又急，结巴起来：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舅舅也还没有准备好，要等他先准备好。魏无羡轻声应道：没说什么，只是一手将金陵揽进怀里，揉乱了他的头发。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至少小精灵在做准备了。他会这么说，便是离再次叫出口不远了。他不介意再多等些时日。金陵急切挣扎，滋哇乱叫：你这人，你怎么回事？不准摸我的头！两人都听到了刻意的脚步声，两人一起抬头，蓝忘机白衣胜雪，仙气凛然。见是寒光君来了，金陵扑腾得更厉害了。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快来！魏无羡一手按住金陵，一手向蓝忘机疯狂挥舞，嘴上无声地做着口型：抱抱。蓝忘机走过来，略略迟疑，但还是配合地将两人一起圈入怀中。金陵立刻不敢动了，金陵的头埋在魏无羡胸前，被寒光君和魏无羡一同圈在中央，听见魏无羡有力的心跳声。魏无羡还好，但是寒光君，那感觉相当惊悚。我明明20岁了，可是这种仍然被当成是小孩子的感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然而更加惊悚的是，金陵敏锐地察觉到，两人似乎在他头顶做了什么令人羞愤欲绝、不堪忍受的事情。金陵更加僵住，当场石化。金陵想多了，蓝忘机只是浅浅亲了一下魏无羡的额头，然后两人额头相抵，什么都没有做。风轻云淡，天蓝草碧，苍穹高远，穹宇浩渺。这样便很好。魏无羡心想，自己爱的人、关心的人，爱自己、关心自己的人，就在自己身边，这样便很好。外面的确是有些闹腾，但这里是姑苏，是云深不知处，岁月静好，此间安稳。云深一梦，少年依旧。莲花坞，十里莲塘，鸟雀呼晴，水面清圆，风和依依。叶上初阳前宿雨，小楫轻舟芙蓉浦。美景如丝，清风如许。然而莲花坞的主人心情却压抑又烦躁。江城从不喜欢与官府虚与委蛇，长久以来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扰。仙门世家与红尘官场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他有事求着官府的时期早已远去，射日之争，莲花坞重建，江氏复兴，满目疮痍的往事被埋存在旧时光里，尘沙一捧一捧掩盖上去。那是他实力弱小、强敌环伺的青年时代。他不喜欢求人，却不得不求人；不喜欢应酬，却不得不学着应酬。他不喜欢追忆这种过往，与官府交往过密，有损仙门世家高邈出尘的形象。待到云梦江氏重新强大起来，莲花坞便渐渐减少了与官府的走动，但眼下却不得不重新走动。与魏无羡有关的恶劣谣言，竟全部出自云梦境内。前几日与附近几个世家小聚，已有家主旁敲侧击地询问是否是莲花坞有意为之，试探自己究竟是何态度。依附于云梦江氏的小家族尚且有此猜测，遑论其他世家。岂有此理！自己若是有心收拾魏无羡，又何须用这种手段？区区一个蓝忘机，还犯不着让他不使明枪指出暗箭。
江澄受不得这种气。观音庙一役后，他对挑拨离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。